揭秘：肖战靠杨紫救命，人气与工资不成正比。如果娱乐圈有富豪级别的，一天200万的工资肯定遥遥领先；如果有级别差的，那肖战肯定首当其冲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肖战的外表光鲜亮丽，他的知名度与他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。大家都知道，肖战的陈庆龄的工资是500万，但并不是所有的钱都是他的，首先要分给经纪公司，然后按照合同中的3/7分，也就是肖战可以拿到的150万，扣掉34万的税，他手里只有116万。这部剧连拍都要好几个月，最后的钱也很少，可能连配角的月薪都没有比他高。开了工作室后，肖战变得更穷了。在他发布单曲之前，销售额迅速飙升至1.4亿元，这被认为是一年中收入最高的作品。然而，他只是一个歌手，他的最终利益需要与唱片公司合作。公司和第三方渠道分成，肖战只占12%的收入，也就是1600多万。这个钱你要拿30%，大公司多拿一点。肖战只能拿500万，扣除企业所得税，再加上员工的工资，最后只能拿到280万。这也是他出道多年后仍无法支付违约金的原因。龙丹妮有操作能力，哇哇大叫。为什么肖战不能走出2月事件的阴影？其实不是龙丹妮无能，而是他可能不想帮肖战，因为肖战犯了职场大忌。龙丹妮每场比赛都指责肖战在他出道的节目中是个暖男，也许有些在这些时候，他们会问龙丹妮为什么总是针对肖战，说他套路，唱破嗓子，还暗示他不能红。龙丹妮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也许他已经看到了肖战的野心。在《我的皇帝陛下》中，默然出场后，2018年《陈情表》播出了为5弦的底片，肖战又走红了。再加上新力影视的保驾护航，肖战去了老东家。娃哈哈提出解约，经过5个月的激战，肖战主动提出撤诉。据熟悉此事的人说，当时肖战撤诉的原因是他无法承担高额的违约金。毕竟，肖战虽然有点名气，但他的工资和知名度始终不成正比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穷二白，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。而哈哈哈娃之所以没有再追究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肖战这棵摇钱树。双方各退一步，肖战继续留在公司，新力影视以每年4500万的价格承包了他的影视合同。在这场资本的游戏中，肖战仍然是输家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，如果你是龙丹妮，你会对一个想离开的员工付出一切吗？不压制就好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肖战只能再找救命稻草，杨紫成了他的新目标。余生的原版女主不是杨紫，肖战和她互相利用。杨紫昂着头走在身前，丝毫不理会身后背着裙子的肖战。这一幕就像是黄晓明和贝贝一样，两对关系不同，只是状态不同，脸色一模一样。肖战挽着杨紫的裙子，就像是拉了最后一根稻草，而杨紫此时大概就是想摆脱他。他凭什么说？为什么？两人走到一起的原因，有人说是兴趣，有人说是友情，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把两人绑在一起的来世原女主不是杨紫，早在2018年就有消息说来世开拍。关博先关注小赵歌宋祖儿，到2019年突然有人爆料改变陈钰琪，没想到夏天的尘埃和亲爱的爱突然冒出来，杨紫和小赵歌一炮而红。杨紫本身就是当红小花，肖战本来是男主多的流。杨紫一边看肖战的名气，但是剧方看杨紫抗拒的能力，所以很快杨紫就换人了女主角的位置。实际情况是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在市场上很久的人，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在市场上很久的人。唯一的是，一切都是未知数，只能看剧播出后的反应，耐心等待吧。事情的真相是，萧和杨的演技还是值得期待的。02第一次看杨紫的《渣渣香》，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古装剧有现代味了。今年以来，投资方加紧打法，推出了《中国梦》《星汉君子初时》等多部热播剧。但除了《梦华录》都获得了一定的好评外，不少观众都将目光转向了待播剧。
肖战和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》不愧是大 IP 大作，看预告也是仙气十足，再加上男主的火辣辣度，可谓是大功告成。还有女性成长大剧《安乐传》，汇聚了迪丽热巴和龚俊两大颜值担当。其中第一部是《沉香如泥》，终于播出了。该剧虽然火爆，却意外的在豆瓣上收到了很多差评，所以只能说，看完这部剧，观众们就能知道为什么这几年的中国古装剧都有了现代品味。外表花哨，但实际的浪漫内核保持不变。该剧讲述的是燕坛杨子氏和应元程义氏的爱恨情仇，简直就是一男一女坠入爱河时发生的2-3件事。该剧以主人公之间的虐待关系为重点，以女主陷入心碎和绝望的尘埃开场，瞬间确定了剧集的基调，同时场景转移到了主要事件。众神父天庭赴宴，却与魔族发生口角，此时男主出现并无太大意义，主要是演戏，搞好范式。有趣的是，宫廷的规矩说神明是不可以亲热的，但这并没有什么考验，因为有一个首相嫉妒别人亲近男主，动不动就针对他，明明是深情，没人发现。为了尽快让男女主有心情，该剧也采用了最古老的方法，直接让女主到男主的宫廷服侍，这其实和现代甜宠剧同居很相似，这类似于在现代甜心剧中共同生活。节目一直在增加一些关于6界之争的内容，以强化剧情的丰满度，但当女主为此陷入困境时，男主先出现，然后亲密接触。但仔细一想，天庭连亲热都不可能，明明比凡间还要多事，可是两人却是在公共场所直接肢体接触，真的只是为了撒糖。而且所有的桥段都是为主角恋爱而设计的，辅助还是反派定位特别明确，但一部童话剧的观众根本不在乎所谓的撒了多少糖，吻了多少。古装童话最大的特点就是主人公的修养和成长，如果刻意弱化，只重感情，其实和甜宠剧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失去了应有的意义。服务线工程，特效婉转，家家户户。毕竟沉香如粉号称是酷剧之王，所以投入绝对不会是一笔小数目。结果观众看到的依旧是便宜的50美分特效。更明显的是，男主与恶魔战斗完成了伪装效果。只见他漂浮在空中，伸出手指发力，只是向前冲去，却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靠后期特效送上祝福。但遗憾的是，剧方可能存在一些审美问题。这个火光特效的痕迹非常明显，有一种特殊的科技感。这是古装剧中最忌讳的一点，因为旺达对这种特效情有独钟。还有一种网游的视觉感，仿佛下1秒诚意就会说大家好，我是渣渣辉。而且更搞笑的是，众神起飞，仿佛还没准备好，威压就先挂了，一气之下，就像坐在自动扶梯上直上直下，充满了现代感。相比2009年的《仙剑奇侠传3》，景天御剑飞行在当时被认为是不错的技术。他很新鲜地看着周围的一切，跳舞。从他的举止中，观众可以感受到凡人修仙的乐趣，心生向往，这才是仙侠剧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即使没有特效，胡歌依然可以将打斗、剑舞的场景演绎到极致，让该剧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。但是为节目服务的方式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因为仙侠剧不是刚刚兴起，观众也看过太多的白仙黑魔，但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人给他们的固有观念。虽然电影版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》因为造型被多次嘲讽，但制片人真的用心了，他们敢于挑战一些惯例。所有的神和恶魔都穿着自由，它是由人定义的，有自己独特的特点，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仙境。而沉香如碎屑还在流水线上行走，黑白衣服仿佛被天河隔开，看到中间那个像网游龙珠的东西，很是累人。还有主角的妆容，女主杨紫还是和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的妆容相似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额头上的印记，尤其是华为的标志，很难不去想一出戏。还有女配孟子怡，几乎所有她演过的剧中都可以看到她的脸妆。她上综艺的时候，导演让她不要用自己的化妆师，孟子怡吐槽了几句还是不肯接受。
点。剧中的妆容，孟子还是有网红的味道的。浓密的睫毛膏和拉长的眼线很美，但又没有古色古香的感觉，仿佛在摄影棚里拍照。而且孟子怡还戴了一副黑色的隐形眼镜，眨眼间眼珠子就变得明显了。戴着一副烤瓷牙，现代风扑面而来。如果说这是神，我大概不会相信。但在百花齐放的古装剧中，所有的女星都是淡妆出现在镜头前，鲜有浓妆，有的大神会用五颜六色的眼影，却都带着一股清新脱俗的气场。而现在的古代木偶演员太多了，追求极致美，却忘记了为角色服务。总而言之，沉香如屑的问题不仅出在自己身上，也出在当下影视圈的乱象之中。握住流水线的东西叫做仙侠，但其实它早就失去了那个核心，只能期待这部剧在后续还能给人惊喜。那么你觉得好看的经典古装剧有哪些呢？